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庆穗农机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力山电动割草机。好，那我在介绍这个力山电动割草机之前，我先介绍一下力山这间公司，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它的这个历史的背景。那力山这间公司呢，是成立在1972年，算是很老牌的公司了。那他们的那个总部在台中，那大陆也有生产线啦。那他们也是这个上市公司。那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台股1515，是一间上市公司啦，很大间的一间上市公司。那有用过力山，基本上有听过力山的，都是一些做木工的电动工具啊，这些等等，一定都有听过力山。那力山最早就是做一些关于木工的电动工具嘛，所以说它到现在，除了电动工具之外，它还有做健身器材，健身器材像是跑步机啊、飞轮啊那一种的健身器材。然后包括汽车配件等等，所以说它有做很多相关的一些产业。那像它就是在世界上的一些合作伙伴啊，像是德伟，然后美沃奇，然后喜得利，像是 Bosch 啊，还有一些 Powermatic 等等，这些都是世界上就是有跟这个力山有合作的大公司啦。好，那力山啊，它的电动割草机它的优势在哪边？第一个，它的这个电机。它的电机就是我们讲的马达啦，这是他们的强项，还有他们的电控系统，包括像是 PC 版啊，然后软体控制等等，这些电控系统就是也都是他们自己的，因为你想它有电动工具、健身器材等等这些产业，所以说它来开发这个电动割草机，对他们来说是比较轻松、比较好上手的。好，那这几年呢，政府不断的在推动电动相关的一些园艺机械，像是割草机、篱笆剪。然后这个一些吹叶机等等，这些都是一些园艺机械。那力山呢，它也积极投入这一块的区域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主要是介绍关于这个力山的电动割草机以及它的这个电池的部分，然后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它的这个一些操作啊、型号，然后电池的大小颗这样子。让大家稍微了解。那我们今天先不把重点放在篱笆剪上面，我们今天把重点放在割草机上面。好，那今天介绍的割草机呢，关于割草机以及这个电池的部分呢，我会分开来讲。那因为他们有这个非常多的一些小细节，我觉得做的都还不错。那我想要一个一个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介绍关于电池的部分。好，那电池的部分呢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里面的电芯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走到现在锂电池从1860到21700，其实目前呢，大多的这个电动割草机都已经慢慢转过去21700。好，21700它的这个电池的密度会比较高一点点。那这个力山呢，它里面的这个电芯呢，是跟台湾的这个电子上市公司来配合。那这个电芯呢，就是天鹏的电芯。好，那如果有在用电动工具的一些人啊，他可能就会多少去了解一下里面的电芯。那天鹏电芯的话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大陆的电池。那大家不要听到说大陆电池就先退个3步。好，其实大家要有一个认知，其实天鹏的这个电芯啊，在世界的电动工具里面它的市占率是世界排名第2的，仅次于三星的 SDI。好，那甚至比 LG 的还要多。好，所以说大家要了解说，现在其实大陆的电池比较大品牌、比较高端市场的，他们的这个市占率其实是非常高的，而且是做得非常好。所以大家要先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认知。好像天鹏啊，它的电芯是属于高功率型的电芯。好，那因为一般市面上的这个21700的这个电芯，它是属于能量型的电芯。那它的这个高功率型的电芯有什么好处？它的最大的放电的电流可以高达35A。好，那它切断的时候是属在那个80度C 的时候。那如果说你是属于市面上一般的21700能量型的话，它的最大的放电电流大概在9.6A。
好，比较小一点点。那它大概在75度 C 的时候就会切断，哦，所以说它们是一个不同形式的一种那个21700的电芯啊，哈。好，那我们先从这个电池的本体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组装的这个品质如何。好，那其实力山啊，他们这种大公司在设计的这个外壳电芯上面，好，它都会考虑比较周到一点点。那关于材质的部分以及它的这个组装的这个品质，好，其实你现场来看，你会发现它其实做的非常的细致。好，我们先讲这个按键好了，它的这个电池这个按键啊，像它这个有这个镀铬的，然后按起来。其实手感是非常好的，好，手感是非常好的。那这个就是在看电池的这个电量，它是4格的。好，那它的这个充电以及放电的这个插头，好，都是分开的，并且它也有防呆，有大小孔。好，那小孔的这个是充电孔，然后大孔的这个是放电孔。好，我相信呢，从影片来看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得出它的真的这个做工的细致度是做得非常好的。好，贴纸好，绝对都是不会贴歪。好，那像它这一颗大颗的这一颗电池是20安时的，属于他们公司比较大颗的，好，这个容量。那这一颗20安时的这一颗电池的话，重量是5.6公斤，5.6公斤。好，那我们看到后面这一颗是比较小颗的，好，一样的外壳，大小电池一样的外壳，重量不一样，好，里面的这个容量也不同。那后面这一颗的话是12安时。12安时，那12安时这一颗电芯的话，这一颗电池啊，它的重量是4.3公斤，4.3公斤。那基本上呢，这2颗电池的重量啊，在一般人的这个长时间的割草之下，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负担啊。好，对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负担。好，再来呢，我要讲一个力山非常大的一个优势，就是它的这个包包。它的这个包包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，好，也非常符合人体工学。好，那我来讲一下它的一些细节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背面的部分。好，最重要的这2个背带啊，它2个背带使用的是厚的泡棉，厚的泡棉，以舒适性来讲，这个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再来，它有做背靠，它的背靠也是做很厚。好，那你不要想说这个背靠这么厚是不是会很闷很热？它这个都是做透气型的，好，做透气型的。好，我自己有背过啦，好，其实不会觉得非常的热，然后背起来主要是它的舒适性很好，好，它的舒适性很好。再来，大家在割草的时候一定会很常有人遇到背带一直滑下来，好，一直滑下来，一直滑下来。那公司它也有设计这一个卡扣的部分。好，它这个把它拉紧之后呢，你的背带就不容易松脱滑落的部分。好，它也有想到这个部分。再来，我们的腰间的部分，好，腰间的部分它也有使用这个卡扣，好，让你扣住之后呢，我们可以防止这个电池比较不容易左右滑动的部分。好，也就是可以更贴合你的身体啦，好，更贴合你的身体。好，那公司呢也特别想到这个电线的放的位置，因为很多客人啊，电线可能一拔掉就忘记带出门了，好，就忘记带出门了。那公司就是设计让你把这一条线呢，就可以直接塞到这个包包里面，好，塞到包包里面，你就包包带着走就好了，好，你也不会忘记说你的电线要忘记带还是怎样，好，你就用完就把它塞进去，好，然后这个也可以拆掉，好，这个也可以拆掉 ，OK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电池的底部，它也有做这个防滑的设计。好，防滑的设计，好，再来，它的这个包包在保护电池啊，针对于重要的这个角落的部分，全部加厚，去保护你的电池。假设说你不小心从你的比较高的位置掉下来的话，第一个保护你的这个电池的整个结构，好，会更加的更有保护力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说我觉得力山在这个部分，他想的其实非常的周到。那其实说真的。你东西越多，你成本当然相对就越高啦。好，所以说他们对于这个部分的话是花很多成本在这个上面。好，那针对他们这一条电源线啊，其实他们也非常的讲究。首先先讲到他们这个快拆式的接头，那我等一下呢会来跟大家讲怎么来操作使用。好，那这个他们做的这个是属于快拆的，那这一种的快拆的2pin的这一种啊，这种快拆的接头。其实市面上很多都是仿的，
那他们公司用的这个接头是属于正版的，所以说这个耐用性、防水性都更好。然后呢，这一条线呢，它使用的是这个10AWG 的这个粗度，好，那也就是截面积是5.269的毫米平方，是比较粗的电线哦。好，大家从影片看就可以知道，它的电线其实是蛮粗的。好，那它这个都是有通过这个 UL 认证的啦，好 UL 认证的。那这种比较粗的电线啊，第一个当然它就是不容易发烫嘛，电阻低，安全性高，然后它的这个传导性当然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比较不容易坏啦，但相对的就是成本比较高。好，那当然这个力山他们的电池呢，一定就是有设计防尘防泼水的一个设计，还有达到 IP54的一个这样的规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讲到有关于力山的这个割草机的部分。好，那它其实有3款啦，有3款，有600瓦、900瓦跟1200瓦。那我们店里面目前看到的是600瓦跟900瓦这2支。好，那其实外观长得都差不多。好，600瓦跟900瓦外观都一样。好，就差在它的这个电机的功率不同。好，那重量当然也就稍微不太一样。那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900瓦，它的重量是 4.9 公斤。那这个600瓦的部分呢是 4.7 公斤。那有些人想说，哇，怎么会好像比一般的割草机还要重一点点？那其实公司为了解决这个重量的问题，它其实设计了比一般传统的割草机只有前面这里有吊带，它后面现在这里也有设计一个吊带。那我们等一下在实际在操作的时候，我们再跟大家讲说它为什么要这样做设计。好，它如何解决它这个重量的问题？好，那力山呢？它针对于这个马达的部分，它是属于后置内转子的马达。那你在市面上呢有看到有后置的那有的也是前置的。那前置就是马达直接设计在机头的部分。那力山的是属于设计在后面，在把手这个位置，它的马达在这边。那力山在设计这一颗马达的时候，它就是有针对市场去做调查。那很多都是因为在重负荷的情况下，容易导致这个马达温度升高，那就会有停机的状况。那力山针对这个问题呢，它特别设计这个风道的部分，透过流体力学，然后快速的让它可以散热，降低这个马达以及控制器升温的导致停机的问题。所以说力山有特别针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强化。好，我们往前来看，它的这个手把呢，是属于无段变速的。那你基本上你去看世界各大厂牌，它做的大部分都是无段变速。因为有些人针对于墙角角落的部分啊，或者是比较危险的地区，他想要用速度慢一点的方式。所以说这种无段变速的好处就是说，你只要扳一点点，它就是比较慢的速度，全按就是它的这个最高速这样子。好，那针对这个部分呢，它也有分这个 high 跟 low 有两段。那如果说你是属于第一段的话呢，它就是从0到3500转速。那如果是你用这个 high 高速的部分的话，第二段是0到5500。所以说力山呢，它对于这个转速的设定，最高速就是5500转。5500转。那上面它也有写40V。那这一支900瓦的型号是 GT3801R。BLDC。无刷的直流电机。OK， 台湾制造的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前来看，这个把手的话呢，他们也有特别针对这个把手来做一个设计啦。我们一般看到都是半月形的嘛，那它这种多角度的 M 字形，就是针对例如说田埂啊、山坡地啊，你有时候需要比较多角度的时候，你握的方式怎么握比较舒服？力山有针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设计。再来就是它的挡草板、挡泥板的部分，它做的很大块，非常大块，安全性比较高。那前面的话呢，这一个机头就是我们传统割草机的机头。假设说你之后里面需要维修的话，其实这个在市面上都买得到。这个就比较方便一点点。好，针对这个牛筋盘啊，其实是力山也是很用心的去研发。那这个是他们的专利品，那他们的牛筋盘呢，有2条线的，就是2孔的，也有1条线的，那就是适合在高功率跟低功率不一样。
那它的连这个尼龙绳啊，都是属于这个3.5乘以3.5的，是比较粗一点的，四方形的。OK， 那它这个牛筋盘的专利在哪里？它的专利就是在于它的这个可以防止被这个藤蔓缠绕。所以说它这个盘他们也有精心的去做设计。那一般的割草机也适用。大家也可以买这个一般的割草机来用也可以。好，那针对割草机怎么摆放呢？公司也特别去要求，第一个，它的这个把手的设计可以让你吊挂在墙壁上面，可以吊挂在墙壁上面。第二个，要可以站立，割草机要可以站立。好，第三个，我们割草机在平放的时候要稳，要稳。所以说公司要求就是要4平8稳，让你的割草机就是稳定。好摆放，才不会这样滚来滚去这样子，就是要稳这样子。这是公司也特别要求他们摆放的位置。当然，市面上呢现在有非常多的双节式的割草机，其实这是一个优点。那公司也针对这个部分呢，未来也会持续来开发变双节式。那单节式的好处，第一个结构稳定，关节处比较不容易有久了之后比较容易有松脱、间隙出来的问题。那这一种其实就跟我们传统的割草机，其实你以前如果用传统的割草机，基本上你也会习惯这一种整支杆子单节式的也可以，这个也是一个有好有坏的一个设计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实际操作。那我们请老板呢来安装我们的电线的部分。然后首先我们先来装电线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快速插头。好，插下去，好，有没有快速结合？然后我们来换另外一边割草机这一端，一样是快速的，呀，马上就上去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割草机背起来，这个就是我们胸的那个卡扣，可以把它扣起来。然后呢，后面呢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一个就是在防止它脱落的，我爸因为他老板呢他比较瘦一点点，所以可以把它拉紧一点点，拉紧一点点，我们两边的背带再拉紧一点点，这两边的背带各留下来呢，来往下拉，往下拉点，往下拉，好，那我们电池呢尽量就是要让它贴合我们的身体，会比较舒适一点点。OK， 好，调整 OK 之后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割草机。那我刚刚呢忘记先让它开机，来，我来帮它开机。来，开机的时候呢，它有分2个部分，电池要先开机，长按3秒钟。好，开机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割草机的部分呢，它也需要长按。我们长按。好，亮灯之后呢，我们发现它的漏亮灯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0到3500转，好，无段变速的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来试试看，让它转动。好 ，OK。那我们切一下，来按一下就变高速。好，来按一下就变高速。那这个等一下呢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手都不要碰，我们就按这个这个电门的部分，然后我们让大家看一下，它在高转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一样保持稳定。好，开始。好，全速。OK。好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它用到最高速5500转的时候，机子还是保持稳定，都没有震动，很稳啊，很稳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割草机呢，以吊带的部分都已经装上去了。那大家有没有看出什么端倪出来？好，没错，吊带的部分呢，一般的割草机公司就只有附这一条而已，它就是抓住这个割草机的中心点。可是呢，力山呢，针对这个割草机的重量的分配，在你的马达这个部分，你的右肩的部分再给你一条吊着。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它的整个割草机的重量呢，透过2个肩膀平均的去分担。让你的这个形状有没有吊带以及割草机呈现一个三角形的状态，三角形的状态，然后让你的整个重量呢都靠在你的肩膀上面，等于说你的手部的重量
手部的重量就是完全减轻了。那你在割草的时候，就是要靠你身体的摆动，左右摆动，好，靠你身体的摆动，好，这样才是比较一个正确的方式。如果你整天你想你整天你身体都不动，你就靠你2只手在大力的摆动割草的时候，你的手一定撑不久。所以说，一定要靠身体你腰的力量去转动，好，才能达到更省力的方式。那力山呢设计这个吊带的部分呢，就是为了让你的手臂减轻重量。所以说，虽然这个割草机4.7公斤，听起来好像很重，其实只要分配好好的分配这个重量在你的身体上面，其实省了非常多的力量，甚至让你完全感受不出来它有4点多公斤。好，所以说力山针对这个部分呢，做了非常多的实验以及调查。那用完之后你不要想说怎么好像很多线的样子，其实这样才能真正的让你达到有更省力的方式。那也更正确的去做割草，减轻你手部的负担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其实不是实测啦，我就先简单的来稍微割一下一般的杂草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今天不是实测今天就是简单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实际割草的状况。然后呢，后面几集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续航力的部分以及测试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简单来割割看吧。你看这个那么粗，你看这么粗。好，你看这个都非常的粗啦，其实这个应该用刀片来割。OK， 好，那大家目前就可以看到这一种其实它是比较粗的，其实应该要用刀片来割才是比较正确的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其实都已经超过了2-3公分了，大概有2公分，应该有2公分，不适合用牛筋绳。那你看一下它这一般，比较细的全部都打断了，所以说它的主打就是说不停机，正常使用下都是不会停机的。好，那如果说有一点超负荷的话，它的这个散热性也是非常的好。好，那今天就是简单拍一下它的割草的状况给大家看。那主要是它的这一个吊带的部分，其实设计的蛮周到的啦，不会让你说手部还要拿这么重的东西，其实就是靠你身体的力量而已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实际在外面呢，稍微割草了一下，如果比较重负荷的情况下。力山其实没有这么容易就停机了，没有不容易停机，这是它的一个优点以及特色。那今天这个影片呢，就是在介绍关于力山电动割草机的基本介绍。那我们之后呢还会拍一系列的实际割草的这个性能，然后还有它的续航力等等，大家也可以敬请期待。那大家对于今天我们介绍的力山电动割草机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下面留言，让我们知道。OK， 那我们是清水农机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